好，我们直接进入重点，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深度解析。说真的，如果你现在正处于职涯的奋斗期，却常常觉得被那种穷忙内卷的职场文化压得喘不过气，甚至怀疑人生，那你今天真的来对地方了。我们今天不谈的一些老生常谈，我们要给你一个超级大的外挂，带你逃离盲目奔波的仓鼠圈，重新定义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财富。这是一场帮你彻底重塑职涯跟大脑心智的实践课。准备好了吗？我们直接开始吧。你其实有没有想过，真正的财富难道真的就只是无止境地累积那些物质吗？老实说，当我们听到财富两个字，大脑瞬间浮现的大概都是银行账户后面那一长串的零、名牌包或是地段超好的豪宅，对吧？但今天我们要完全颠覆这种社会塞给我们的标准答案，我们要聊的是一种绝对的心灵自由，也就是说，你不需要被金钱绑架，还能同时在物质跟精神上达到那种游刃有余的双重富足。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这是我们今天的实践路线图，总共5个阶段。第一，带你看清现代财富陷阱；第二，打造高流动环境；第三，掌握职场极简法则；第四，进行内在心智审计；最后，我们一起来见证复利的奇迹。好，首先第一部分，现代财富陷阱。说真的，现代职场那种每天被死线追着跑，好像永远无法喘息的倦怠感，到底是怎么来的？其实早在19世纪作家梭罗在《瓦尔登湖》里面就精准点出了一个概念，叫做绝望的存在。这听起来有点沉重，但完全就是我们的现代生活写照。意思就是说为了买那些我们根本就不需要的多余之物，我们居然牺牲了生命中最宝贵的闲暇与平静。你仔细想想，我们是不是常把最精华的青春耗在自己根本不喜欢的工作上，只为了赚钱买东西去向别人炫耀？结果呢，搞到最后反而失去了最珍贵的心灵自由。但是问题还不止于此哦，除了外在的消耗，我们其实还面临着一种内在的瘫痪。你看，一边是消费主义陷阱，用那些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把我们榨干，而另一边呢，则是宿命论陷阱。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在职场上遇到瓶颈，我们很容易会陷入像明朝学者袁了凡早年那样的低潮，觉得反正背景决定一切，荣辱死生都有定数了，直接躺平，丧失了主动改变的动力。外在被掏空，内在又觉得无能为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离真正的财富那么遥远。所以到底该怎么打破这道双重枷锁呢？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把3本看似完全不搭嘎的神作直接融合在一起，这包含了梭罗瓦尔登湖提倡的物质极简主义，还有贾德戴蒙枪炮病菌与钢铁里面讲到的宏观地理环境优势，再加上袁了凡四训那种微观心智环境改造，把这中西方的3大学派结合起来，就是我们今天为你准备的终极破局框架。接着我们进入第2部分，打造高流动环境。要打破刚才说的宿命论，这个行动框架分为4个步骤。第一是物质极简，第二是进入高流动圈层，第三是功过格审计，最后是时间的复利。我们就先从最重要的，如何在专业领域上帮自己找对定位开始讲起。你知道吗？环境其实决定了你的上限。在《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里，作者提到一个超有趣的观念：欧亚大陆之所以能发展出超级文明，是因为它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地理轴线，这让农作物、技术跟资讯可以在同纬度上超快速的传播，这就是环境带来的巨大红利。那我们把这个概念直接搬到现代职场来看，这完全就是个超级策略你必须主动把自己放到那种具备高流动性的资讯圈里面，也就是说，去加入那些开源的高度协作的产业，想办法挤进资讯流通极快的人际网络，还有一定要让自己身边围绕着那些积极主动、脑袋转得比谁都快的人。当你把自己放进这个顺风车里，整个大环境的创新跟进步自然就会推着你往前冲，财富跟机会绝对是自动加速的。再来是第3部分，职场极简法则。接下来这招绝对是个职场大骇客技巧，有意识的去拒绝盲目比较，降低根本不必要的物质欲望，其实能帮你大幅释放时间与精力，解锁绝对的心灵自由。注意这里说的极简，不是叫你去过苦行僧的生活，绝对不是，它是一种防御策略。
想想看，当你不再需要为了缴那些多余开销的卡费，而委屈自己被一份讨厌的工作绑架时，会发生什么事？没错，你夺回了人生的主导权，你终于有那个余裕，可以把心力投资在真正能让你成长的事情上。好，那我们接着看第4部分，内在心智审计。如果你的内在心智没有准备好，就算天上掉下来一堆好运，你也绝对接不住。这里我们要介绍一个超强的工具——功果格。这其实是袁老凡当年用来逆转人生的核心大绝招。简单来说，就是每天记录、反省自己的一言一行。把这个古老的方法放到现代职场，它简直就是最顶级的心智审计工具。每天问问自己，我今天的决定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还是能创造互利？透过这种每天的自我检视，去培养利他跟谦虚的态度，才能帮你打造出一个真正能持续接纳好运、建立强大合作关系的成长型心态。命由我做，福自己求。哇，这句话真的太有力量了，它完全是我们这套哲学的灵魂所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告诉你，无论你的起点在哪里，你都有100%的能动性去改写你自己的职场命运。记住，你不是什么被动的参与者，你就是自己人生的总设计师。不过，要把这一切变成现实，我们还需要最后一块超级拼图，那就是我们的第5部分——复利的奇迹。要产生真正翻天覆地的改变，我们需要的是时间的规模。你看，欧亚大陆的文明优势，那是经过了1万年才累积出来的。袁了凡成功扭转命中注定的死局，也花了10几年的时间。而你专属的职涯与心智复利呢？没错，就从今天，从这个第1天开始起步。我们常常有一种迷思，就是太容易高估自己短期的爆发力，却又严重低估了长期坚持下去的累积效应。改变命运从来就不是一触可及的事。3000，这绝对不是一个随便写出来的数字，这正是当年袁了凡每天一点一滴、实打实去累积出来的善事总数。这个数字完美证明了一件事：真正的财富自由跟命运大翻转，是靠着你每天一个微小的行动，每天一次的自我反省，加上坚持待在正确的高流动环境里，这样一点一滴叠加起来的。当你把极简的生活方式、高流动的环境，还有利他的心态全部结合在一起，然后交给时间去发酵，相信我，复利的奇迹绝对会发生。好啦，随着今天的解析来到尾声，我想把这个最重要的问题留给你去思考。你是想要继续被消费主义困住，过着那种每天盲目追逐，却又觉得疲惫不堪的仓鼠生活？还是你要从此时此刻开始，有意识的去重新设计你的内在思维与外在环境，真正走向心灵与物质的双重自由？改变这一切的开关，现在就握在你的手里，接下来就看你怎么行动了。非常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解析，我们下次见。